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番茄跟大家分享这个番茄炒蛋。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他自己的番茄炒蛋，这个是毋庸置疑哦。那你会发现有很多，比如说有人喜欢吃蛋是水水花在里面的，有的像滑蛋，对不对？有的就是蛋是节棍硬的。哦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方式。那我们今天其实在差不多好几年前吧，5、6年前，甚至7、8年前吧，我们有曾经做过番茄炒蛋。那这次我们做2.0版，然后那我们的小编呢，他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再做出不一样。目前如果说硬要讲番茄炒蛋的话，我应该可以做到8.0。对，我一点都不担心。对，你伤害不了我的。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做成2.0版。那2.0跟1.0，其实说真的，1.0版我们做的时候，当时做是有点像西式，哦，蛋做完之后，然后把酱淋上去，这是我喜欢的番茄炒蛋。但有人会讲说，那就不叫番茄炒蛋，就叫番茄酱去淋到这个蛋淋到蛋上面去。那今天我们做的呢，对，它就是番茄炒蛋，把油倒进来。稍微多一点点啦，因为你要在这里面要把葱油做出来嘛。好，那这个葱呢，就把它先放进来。那这个葱油当然不是只有番茄炒蛋可以用，你如果有在做这个葱油的话，你就可以在家里面随时准备一个葱油。那大概用个3、5天，它不会有什么质变的问题。然后姜在这个地方放进来，就等于是这个葱油里面带点姜的味道。好，那至于蒜呢，不要蒜，我们就把它放在待会的番茄炒蛋里面。所以我们待会要蒜末啊，你就说啊，怕待会那个没有味道，没有这个也可以拍一下啊，但是不要那么早放，哦，因为蒜放进去早了之后它会苦，哦，这很重要。那其他的这部分呢，来我们就把它切成蒜末，因为这待会要跟番茄炒蛋一起下去炒。记得有一次做番茄炒蛋，然后在这个网络上面做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在讲说，哪有人在加蒜头的？哎，有人说哪有人在加姜的？本来就要加蒜头。那一次我若没记错，我是葱跟蒜都加的，哦，就不要炒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稍微不太一样，这次我们一样是葱跟蒜跟姜都放进来，那这是我们分批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。好，那这边你就可以看这个慢慢要做到什么程度，要做到那个葱啊变成硬壳。那像这个你可以看有一些葱，大概1/4、1/5左右，它已经变色了。好，把蒜头放进来，这时候就是这个里面的油就有葱姜蒜在里面。那这样的油你拿去炒青菜，然后拿去炒菜，它都很好吃啊。记住哦，不要当它开始变色之后，葱开始变色，把它火再关小一点点，尽可能可以让姜跟蒜跟葱的味道慢慢的释放到这个油里面去，这个油是非常香的。那你可以再补一点点的香油进来。一方面是降温，可以让这个时间再拉长一点点。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葱油倒出来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就开始来准备我们今天要做我们的番茄炒蛋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欢的番茄炒蛋的样子，那你是什么样子，你自己决定。有的喜欢番茄是硬的，有的喜欢番茄是软的，哦，那你自己可以决定你是要硬的还是软的。看很多的厨师喜欢这样，有没有？我就一直很想来那么一下。今天终于让我有机会了。对，拿起来这样。那里面放点盐。不会到时候手忙脚乱。我个人比较不喜欢蛋放进去的时候是没有蛋香味，只有口感。有的人番茄炒蛋甚至它的蛋连口感都没有，就有点像蛋花了。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，我喜欢蛋是有口感，所以我待会会蛋先下去炒，炒到半生熟，然后再做这个番茄之后呢，最后再把蛋再放进去。我的做法今天是这个样子，下一次我们就预留的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先炒番茄。1年是可以做8年的。
那这个番茄你可以自己决定哦，你要切多大，就是你要切成番茄粥或是番茄片，你可以自己决定。那你如果说你喜欢番茄有口感，那我建议你就番茄粥。那你要快速的让番茄有味道，那你就只要用番茄的丁或者番茄片。那这边我会切成番茄片。那你可以选择这样切，它就会呈现出来就是比较薄。可是我会稍微这样切，我横向切，对，切出来番茄就是这个样，它比较不一样哦。那我希望这个囊在里面，待会炒的时候呢比较均匀一点。那每个人做法不一样，你可以自己斟酌看你要怎么切，对不对？切法不同，我们又变成4.0啦，对不对？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有趣啦，就是啊，切法不同，哎，说真的哦，很多时候切法不同是会影响到它的口感跟味道的哦。炒的时间的长短也有差。好，我们现在先这样，首先我们先把蛋炒起来，油温要高，然后油稍微多一点点，稍微比平常稍微多一点点。那油一定要高，这样那个蛋啊才会蓬。现在冒烟了，对不对？你把蛋淋上去，然后就可以稍微拨一下。这边不用把它炒碎哦，待会这个部分现在只是让它有点半生熟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把它拿起来放出来，这就是蛋。然后接下来一样。我可以稍微小一点，哦，把油放进来一点点，这个油就不用多了，然后把蒜头进来，这边用锅子的余温把蒜头炒到有点香气出来，不用炒到焦没关系，可是因为它是蒜末哦，所以它稍微进来之后，你可以闻到蒜头味道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放进来。好，火打开。因为我是切成片，所以煨的时候的时间会缩短，然后也希望它带点口感。好，水就可以放进来煨了。这时候把番茄刚放进来煨的时候，它的味道其实还没有出来哦。哦，你不要想说啊，我放进去马上就可以把东西没有，你要稍微熬煮一下，让番茄的酸跟番茄的甜有点进来。那你要不要放酱油？你可以放酱油，你也可以不放酱油，你自己决定。哦，那这边在煮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想说，哎，阿弟番茄啊，摩擦炒这么久，怎么会有香气？我们的香气来源从哪边？2个地方，一个是刚刚的蒜头，已经有一点点变色，蒜末，对不对？因为是蒜末，所以我不能花时间太长时间去炒这个番茄，因为炒了之后呢，可能番茄炒软，你蒜头就黑掉，可能就苦掉了。那第2个香气从哪边来？葱油。这个葱油已经变得这么香了，你在这里面就不太需要再花太多的时间去把香气做出来。这边你反而是要这个番茄它天然的那种酸度，跟它番茄本身的甜度。那你可以去拨看，哦，现在你看颜色开始在变了，番茄颜色开始出来了。那你可以去想象你要什么样子，好比说你今天你要它颜色比较深，有人会在这边放番茄酱，那我这边就不放，因为番茄酱毕竟是外来的。那我们今天就单纯的做番茄炒蛋就好了。哦。来点盐，那在这边我也会放点糖，因为番茄炒蛋有时候会带点甜味，小孩子也喜欢。然后不免除了加点白胡椒，有人在网络上面说我就喜欢加白胡椒、黑胡椒，哎，我就爱啊。不是，他们讲说我不会做菜，我唯一会就是加黑胡椒、白胡椒，对我就是这样。你这样讲我也认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可以看哦，浓汤色越来越浓。那你在吃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感觉到它的番茄的酸呢，因为我刚刚放了盐巴，然后跟放了糖，它的酸度也没有刚刚那么直接的酸。那也是因为它煮的熟化，你可以看现在汤变少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可以把蛋放进。那蛋放进来，就稍微用这个木匙把它稍微拨一下就好了，不要太细。那现在就是怎么样？就是让这个蛋有没有？蛋进来之后，让它去吸收这个番茄汁，番茄刚刚炒出来的番茄。好，然后把葱放进来。
刚刚的蛋没有到全熟，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那个颜色，就是番茄炒蛋的那个旁边的那个汤汁的颜色，还带一点点黄黄的，就是刚刚的蛋黄的颜色。那在这边我还在做最后一个，就是我们刚刚这边不是有葱油，然后在上面淋一点葱油，啊，这样香气就会更好。哦，好，这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的2.0。我很喜欢这种带有口感而且润滑的这个番茄炒蛋，有没有？你是可以夹得起来这个蛋跟番茄，哦，它跟一般我们所吃到的番茄炒蛋比较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你可以吃到那个蛋炒过的香味。那它有一个特殊的，你以为是锅香味，其实没有，那是葱油所带给你的那种所谓的香气。所以多了一个葱油，这旁边这个有没有？本来炒一炒，那个蛋吸收进来遇冷之后，它开始会泄水出来。这旁边这个汤汁，我跟你说，跟饭拌在一起，你会爱死。试试看啊！